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进行谣言追踪。今天是第4个谣言。那么他说早在2019年7月，距离美国德特里克堡病毒研究中心仅35分钟距离的一个叫 Green Spring 养老院，突然发生群体性严重不明肺炎疾病。当时呢，共造成63人感染，3人死亡。随后呢，这一区域被封闭，最终感染和死亡的人数没有后续公开。那么他也没说别的，那么他这里边暗含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养老院发生了不明不白发生了肺炎，然后不明不白的又跟你们的这个病毒研究中心距离非常近，所以呢，极有可能呢是你们研究了这个病毒，可能就是从你们这儿产生的。那么所谓新冠病毒就是从你们这个研究中心泄露的，很早就开始泄露了。这跟之前的一些描述就很矛盾。按照他说的，这个2019年7月份就已经会有这个新冠病毒了。那么我们逐步来看一下所有的这些信息。那么他说的呢，首先呢，他说的这个叫德特里克堡病毒研究中心呢，实际上是叫它的地址是1425 Potter Street， 那么 Frederick 在马里兰州。那么他说的这个 Green Spring 这个养老院呢，实际上它它的地址是7410 Spring Village Drive Springfield 在 Virginia。他们之间呢实际上是相距接近100公里，那么开车需要1个小时。那么这是他们的具体位置。那么这个呢就是 Green Spring，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说的病毒研究中心。那么他说的这个病毒研究中心实际上英文叫 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 翻译过来呢也就是叫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简称为 USAMRIID。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这个机构的性质呢，在这个网站上有专门的描述。那么翻译过来呢，就是它是对生物威胁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为保护军事人员、医疗服务提供解决方案。那么它是美国顶尖的生物防御研究计划实验室，作为国防部唯一的一个能够在最高安全水平下也就是它叫 BSL Level 4这种水平下就研究的一个实验室。那么它呢是力图保持其在世界一流的这个科学技术水平，在这个对传染病方面研究方面保持这个世界顶尖的水平。那么它的任务呢，就是对生物威胁进行基础和应用研究，为这个保护战士提供这个医学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个，那么它是在这个叫Fort Detrick 这个地方，因为就是这个周小平所以这个帖子里说的叫 Fort Detrick 这个地方的。那么它这个里边的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实验室那么这个叫 Fort Detrick 这个实验室呢，是由军队叫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国土安全部是美国生物防御分析和对策中心、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美国农业研究服务部等等这几个都联合的这个组成的这些负责的这个实验室。所以呢，它涉及到军队、军事和国土安全等等非常敏感的一个地方。那么我想他说的这样一个事件呢，其实呢就是在下面的视频里边呢已经有所描述了。The deadly outbreak in a retirement community, at least 2 patients have died, dozens more sickened, and tonight parts of that facility are now under quarantine.
ABC's Kira Phillips is on the scene. Tonight, a deadly outbreak in Virginia. 2 deaths and dozens of residents sickened by a respiratory illness here at the Green Sp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 For a respiratory outbreak to occur in July would certainly not be as likely as for it to occur during the winter. In just the past 11 days, 54 people have become ill, symptoms ranging from a bad cough to pneumonia. No promising leads on how the sudden illness broke out, but in a statement from the retirement facility, it says it has taken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fully implement proven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David, health officials are testing patient swabs, hoping to figure out what this virus or bacteria is. Meanwhile, sick residents have been quarantined to their rooms. New residents are not being admitted, and all staff are wearing masks and protective gloves until test results bring about answers. David? Kira Phillips tonight. Kira, thank you.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开的事件，并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那么这个事件，如果你去查，的确是没有在2019年7、8月以后，的确是没有再什么更新了。但是呢，这并不代表说美国把所有的这些都删掉了。然后还有网上有说 ，OK， 你如果去看，就会看到404，仿佛就是好像被在我们国内经常看到的某个东西被强了，被你就是找不到了，然后出来404了。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去到这个 Fairfax County， 也就是这个 Green Spring 这个养老院所在的那个郡，你去看一下。那么它呢，对这个事件呢，有它的这个发生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从头到尾的一个说明。那么在你会看到在7月19号这样有一个报告。那么到7月26号，他说呢，就是这个在 Green Spring 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爆发其实已经结束了，因为从7月15号以来呢，没有再发生其他独立的报告。然后在此期间呢，共有63名居民呢患病，但是这个生病的人数和这个时期的预期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差距。尽管呢，他们对多个样本进行了检测，但是并没有发现一个单独的特定的某个病源是致病的原因。那么这个养老院呢正在逐步的恢复运行。然后呢，其实呢，与此同时呢，在另外一个养老机构呢，叫 Heatherwood 也发生了类似的传染。那么他说呢，从7月15号以来，那个 Heatherwood 也没有发生新的病例。那么提交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的那个测试结果表明，这个传染呢实际上是一个由鼻病毒引起的。那么这个鼻病毒呢是一种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那么同样，这个 Heatherwood 呢，这个养老机构呢，它的设施也在逐步的运行，所以呢，并没有说是后续的。那么它没有具体的人数没有再公布，好像就已经全部被国家掩盖了，而是在这里边说了他们的这个已经结束了，没有再新的病例以后了。因为它是26号，这个 Green Spring 是26号发布的这样一个报告，因为从7月15号以来再也没有新的病例了。那么在7月29号，在另外一个机构也是发布了这样报告，说再也没有新的病例产生了。所以呢，它这边呢就是说已经这个 case 的这个事件已经结束了，没有再有新的事件产生了。那么其实他另外一个说到的就是说，美国这个实验室，那么专门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实验室，那么它的确是在2019年关闭了。因为这个关闭的在网上呢，它的原因呢也有非常清楚的说明。那么他是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视察以后，关闭了研究埃博拉和天花等致命传染性物质的这个陆军实验室，许多项目被叫停了。为什么被叫停呢？是因为正在进行的基础设施一些的问题，以及废水去污所致，导致由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呢 ，CDC 呢不能提供具体的被
关闭的原因。他说呢是在那么 ABC7 他说收到了这个 CDC 的文件，简要的描述了在检查中发现的一系列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有一些呢被标记为特别严重的违规。那么这个在2019年早些时候，那么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宣布在这个实验室进行一项实验，这些实验涉及到用活的恒河猴把它给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测试他们正在研发的这个一些看能不能把它治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呢，这实验室的几项操作违规，因为他们涉及了选用的一些试剂来感染非灵长类动物，也就是他说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那就是猴子之类的。那么这些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们已经在文件中进行删除了，就是说把它不让大家看，因为它是非常的敏感，因为它说公开这些试剂的这些名称和位置会危害到公共健康或者安全。那么除了埃博拉病毒以外，那么这个实验室还研究炭疽、天花等致命疾病。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物武器实验室。那么这个美国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它是一个最高等级的，完全是为军队服务的，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但是具体的一些特别的信息呢，那么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原因，我们没法去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它这个网站呢还列出来了CDC 在视察期间发现的一系列的这个违规行为。那么包括那个他说这个没有必要的呼吸保护等等，那么一系列的没有对员工进行培训，没有去验证是不是对员工进行了这个培训等等，那么他们这些列出了。所以呢，因为存在着很多的这个违规行为，所以呢对它进行关闭。但是好的消息就是后来呢，这个 CDC 呢在今年3月份开始逐步的恢复了它的运行。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呢这个大致我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个地方的确是距离这个美国这个最高等级的军队最高等级的实验室的确是去年被关闭了，但是因为它存在着一系列违规的行为而被关闭。至于具体什么行为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原因。但是这个实验室现在又逐步开放了。另外并不是那么那个养老机构产生了一些呼吸疾病病例，但是并不是说后来没有下文了，而是说那个这个爆发已经结束了。那么没有从7月15号以后再也没有新的病例产生，所以呢已经结束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养老机构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那么那个养老机构的病例这个爆发也已经结束了，所以呢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状况。那么具体的这个原因呢，这个最高实验室它那么它到底在研究什么？那么这些试剂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它肯定是研究非常高精尖的，那么生物为军队服务的生物防化等等方面的东西。这个美国也并没有藏着掖着，只是说具体的那些特别细节的东西，它是不会让外人知道的。那么说到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在白宫有一个请愿网站。那么这个网站呢，任何人都可以发起请愿。那么你发起请愿，如果在60天之内，那么30天之内 ，sorry， 如果在30天之内你能收集到10万个签名，那么美国呢白宫呢就必须在60天之内对你的这个请愿做出回应。那么其实呢，关于这个事件，那么在2020年的3月10号，有个叫 BZ 的。那么人创建了这样一个请愿，关于叫德里特里克堡叫 Fort Detrick 那么他的一个请愿，那么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事件，说是 OK， 那么美国陆军在这个最高秘密传染病研究所关闭了，在2019年的7月、8月，那么美国的大流感杀死了1万多个人。10月，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2021全球流行病演习。11月，中国发现不明肺炎；2020年的2月，世界流行病爆发；2020年的3月，删除了有关这个Fort Detrick 大量的英语报道，所有的结果显示404 not found。所以他说有理由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关闭这个 Fort Detrick 的真实原因，以澄清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着病毒泄漏。那么按理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请愿，因为美国人也非常想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可惜的是呢，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愿呢，实际上只收集了1426个签名，而且现在已经关闭了，因为他们远远没有达到10万个签名，已经结束了。所以可能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对这个请愿根本不感兴趣的，或者说绝大世界上的人，原则上，那么你可以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对这个请愿进行签名，但是这个请愿只收集到了1400，连1500个签名都不到，可以见，由此可见呢，是绝大多数人对这个请愿呢是根本没有任何兴趣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